禅宗的末流大约是从南宋时期一直到元明清和现在出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禅宗末流，已经不是禅宗主流了。那么这个末流中出现了很多偏差现象，最常见的前人给过归纳和总结为默照禅。什么叫默照禅呢？就是沉默不语的那个默，照就是太阳照万物的照，默照禅就是枯心禅，就是心灵干枯的那种状态，那个东西就叫默照禅。这是禅宗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出现的偏差，这不是真正的禅，这是要被批判的禅宗，叫默照禅。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枯心禅，心如枯蒿，犹如枯井，像那个就像一些个别的老年人那样，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枯萎了。很多老年人这个就是那种状态，心中空空洞洞，枯萎状态。但很多人说这种默照禅就是真正的禅，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禅，是禅的歧途。还有一种禅叫积分禅，积分禅就学禅宗祖师们那个就是奇言怪行，他们呢只得其表不得其理。祖师们用棒用鹤用持茶去用等等这些东西，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加持力在贯通，有一个师徒之间相互磨合了数年，在此数年上获得了师徒之间很高度的心心相印和生命相通，在这个基础上给予一棒，给予一鹤，或者是给予持茶序一点化获得了开悟。它是有前提的，不是在没有双方还没有建立心心相印的基础上就一棍子打过去，那是毫无效果，那就叫打人，不叫点化。但是后世呢，没有师徒之间的心心相印生命相通的基础铺垫，也是见人就打，这就是叫做积分禅，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耍怪禅，越怪越好。其实这里面已经没有禅了，只有耍怪，没有禅，没有以心传心，没有心心相印，只有外表的耍怪。这就是禅宗为什么最后没落了。这样的禅宗就是纯属耍怪耍宝式的禅宗，引起了全民的反感。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人耍怪呢，我在北京就遇到有一个人亲自跟我说一个例子，他是喜欢佛，信佛好佛，因此呢他也就把别的信佛好佛的人就经常请到家里来，他很好客，向人家请教。其中有一个流浪僧人，到底是不是真僧人也不好说，反正就是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自称自己是禅宗多少代传人，但是也没有人考证他到底是撒谎还是真实。他听说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和尚请在家里。这个和尚特别爱喝酒，他就先给他啤酒喝，啤酒喝完了他还要喝白酒，他几天时间喝掉了1箱子白酒10箱子啤酒，是一个酒鬼，地地道道的酒鬼。有一天呢，他就实在忍不住，他说师父，我得向你请禅宗，你无论如何得教我一点。
你不教我一点，我这个酒不是白喝了吗？那必须得教我点。那个他呢也就摆出了师傅样啊，往那个沙发上一坐，说：“请问吧。”这个人呢就说：“请问师傅，什么是禅？因为你不是禅宗大师吗？我当然要问禅了啊！请问什么是禅？这个简单，看好啊！”他把手往这一放啊，然后他自己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指啊，同时又让对方盯着他的手指，盯着我的手指啊，那对方就这么盯着他的手指，这样。完了，会吗？对方说：“不会。”啊，这你都不会，把对方教训了一番啊！我对你的指点已经结束，明天准备走路啊。他过后呢，就大为伤感，说这叫什么禅宗啊，都是骗人的。这样的情况呢，就叫积分禅，就是耍宝耍怪，这根本就没有禅了。这是一种禅的偏差。还有一种禅叫文字禅。什么叫文字禅呢？就是大量的写一些与禅与佛有关的诗歌、诗集，你写一些，我写一些，这个又叫文人禅啊。现在这种现象也比较多。有一些的画家画一些这个国画，就喜欢在这个国画上题一些有禅味的这个题词啊，就是比如说“本来空空如大千，其中光芒耀我心”啊，“回头是岸莫犹豫”啊，“心中光亮照大千”啊，反正就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像禅又不像禅，不像禅又类似于禅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就叫文字禅或者叫文字禅。后来就演化出了禅意这么一个东西啊，说你这个建筑建得好有禅意呀，你这个衣服设计的好有禅意呀，啊，你们这个就是喝茶，你们这个茶室里面布置的好有禅意呀，所以什么都带一点禅意，这就是从当年的文字禅和那个文士禅、文人禅中流传下来的末流。过去的文人很会玩这些东西的，把那个似禅非禅的那些禅师们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拿着扇子啊，就是元明清那些文人雅士们拿着扇子，对方也拿着扇子啊，在一起品茶论道啊，满贼是禅，搞得很认真的样子。其实他们根本不懂禅，典型的附庸风雅啊。附庸风雅这个词放在他们身上完全正确，这就是一群附庸风雅的末流文人，就爱这么做。到民国期间还有很多呢，其实现在也有不少，但是总体来讲，一代不如一代了。就我们这一代就不如那个5·4前后那一代，5·4前后不如康雍乾那一代，康雍乾不如万历皇帝那一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那时候那个扇子摇着，满贼是禅，满贼是道，满贼是佛，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佛啊。到了中华民国之后，这些人也有那种文似禅的一些遗风，动不动画画干什么提个词儿，哎呀，禅味要足，禅味不足怎么可以呢？那是不行的，一定要禅味很足，搞一些的这个虚虚实实的东西啊。心中要超脱，万事不留言，都要提这样的词儿啊！心中要超脱，万事不留言啊！
看淡此乃放下因，过后莫追什么来时事啊，都是这些貌似很有禅味的东西啊，题在自己的书画上。那这就叫文式禅，也是禅之末流，禅之歧途。还有一种禅，也是禅之末流，禅之歧途，叫做野狐禅。野狐禅和那个耍怪禅还不是一回事，野狐禅是不懂，冒充懂才叫野狐禅。野狐禅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有一个禅师在山里面，在寺庙中每天上堂讲法，他的弟子很多，数百弟子站在法堂之上听其传禅训话。那么每次都会来一个白面书生，十分英俊俊俏的这么一个白面书生，也不说话，总是站在人群之后，默默听取禅师开示，如此这般数年不懈。数年之后的某一天，大师开示完之后，众人散去，他不仅没走，却来到了禅师身边，说：禅师，我已经数年得你启发，受益匪浅，如可知吾真身也？就是他问禅师说：你知道我真身是什么吗？大师说：不知，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你的真实身份是谁？他说：吾乃后山一野狐，就是我是后山上野生野长的一只狐狸啊，为何得狐身啊？请听我言，我当年也是禅师啊，和师父您一样，我也是禅师，但是我未开悟，我未明心见性，意思就是我是冒充的禅师。其实我并没有明心见性，因为在佛家最低标准，就是当师父的最低标准必须明心见性，这是最低标准，也就是理明法透，达到极致。实修的起点，见到了自己的明体，只是见到就叫明心见性，那个明体既是性也是性，所以说明性和见性是同一回事那因为那个明体既是指性，既是包含性也包含性，那么见到明体了，当然就明了性，也明了性，所以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最低限度明心见性，不到明心见性是不能够带弟子的，这叫以盲引盲。你自己还是盲人，你怎么能够引别的盲人呢？这是禅师的最低标准。那么他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他就是典型的出于虚荣，自封为大师开始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广收门徒就开始讲传播禅法。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大开悟者还落因果否？还有因果否？就是大开悟的人，大成就的人，他还有因果吗？就他的身上，就是因果还作用于他的身上吗？这是佛家的一个真实的问题，就证明问问题的这个人确实用心读过佛经，不然的话他问不出来这么一个该当问的问题。他呢，由于不懂，因为他是冒充的嘛，他是滥竽充数的师傅，他就回答了一句：大开悟人不落因果。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大开悟的人只要没死，他仍然有一部分是处在这个现象世界的，因果是这个现象世界的不义法则。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现象世界，你哪怕是佛，也要受到因果的束缚如果因果取舍有错误，仍然要受到因果的惩罚。
佛陀为了讲明这个道理，有一天，他去讨饭，讨了很多家饭，没讨着，就回来了。娥南在身边就不解说世尊，你怎么今天没讨到饭呢？你可是佛呀，你是福德具足之人，你怎么今天也饿肚子了呢？佛陀说，我若干世之前，当我还没成佛的时候，遇到了几个修行人向我乞讨，我吝啬，没有给他们。这几个人就转世为我今天乞讨的那几户人家我今天正好就去到这几户人家那里乞讨，就是由于我当时的吝啬，已经形成了果报，这个果报就是他们也不给我，因此我今天未讨到一粒饭，只好饿着肚子回来，这就叫因果。由于我前几世种下的吝啬之因，今天我承受着吝啬之果他就用这个故事告诉后人，即使贵如佛陀，只要你活在这个现象世界，你也要遵循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对它也同样起作用，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他的回答是错误的，他显然不通佛法。他的回答是不落因果，意思就是因果对他不再起作用。好，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回答，使他赶来500世狐狸身就是他从此以后就投生为狐狸，狐狸死了，下一世还是狐狸，又死了，下一世还是狐狸，他已经如此这般500世狐狸身，他实在不想当狐狸了。这一世呢，发愿修行，修的还比较好，能够化为人身了，证明他还有点神通，化为人身，继续听大禅师讲法大禅师一听，原来如此，他说，我现在500世困在一个疑问中，这个疑问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那个禅师说，好吧，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问我。这个人就问，请问师父，大修行人还有因果否？这个禅师大喊一声，不昧因果。不昧就是三昧眼界的昧，不昧因果就是大修行人明白因果，不是没有因果。不昧就是对所有的因果都清清楚楚，具体的就是转换成通俗的语言说，就是所有的大修行人都十分清楚是非善恶的取舍，他没有任何一个微小的是非善恶取舍错误。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他不昧因果，在这个智慧下能够让他明白什么该守，什么该取，什么该舍，什么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该远离，什么该亲近，等等一切他全部明白如法而行，这就叫不昧因果。他当场大悟扑通就跪倒，谢谢师父指点。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从现在开始，我将托狐狸身啊，托了狐狸身以后，请师傅去后山找到我的狐狸身，并以僧人的仪式给予火化安葬啊！我就这么一个请求，请师傅务必答应。师傅说没问题，尽管走吧啊！所以他走出门外就消失了。消失以后，大禅师又重新擂鼓集磬，召集众人，因为众人不是刚刚散去了吗？他又擂鼓集磬，召集众人。众人听到鼓磬之声，又聚集而来。聚来以后，就把此事原原本本的跟大家一说。说完之后，说大众与我去后山啊。他就带着大众一起来到后山，果然在一个小山洞之中找到了狐狸身，狐狸的尸体，就把这个狐狸的尸体以正式僧人的身份，把它隆重的转到寺庙中念经做法，仪式完毕以后火化而去，那就是把它全部火化啊，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这就叫野狐禅，这个故事就到此就结束了。野狐禅的意思就是不懂装懂，没有明心见性而冒充大师啊，这样的一类禅，就是凡是符合这样的人，通通就给他起个名字，此乃野狐禅。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禅宗末流有多少偏差？一、文字禅；二、莫照禅；三、野狐禅；四、怪异禅，就是耍怪禅。其实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偏差，我们暂时就不说了。